美女，健身房要不要了解一下？美女，我可以给你打折，看你身材虽然不胖，但是可以强身健体啊。我们教老师都是拿过奖的，不用了，我们器材很好的。不用了。哎，你看我们设备都很好的，你看。哎，你别拽我，500块都够我1个月饭钱了。哎，放开我！对不起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不要就不要，你干嘛推人啊？你这是对我使用暴力，必须赔偿损失。赔什么赔？这几张破纸给你20块够不够？要不要给你再印几百张大锅？我这都彩色打印，一张只要1块5，这么多张，你必须赔我300块，否则我就报警。300块？那你还是报警吧，我可以顺便告你个讹诈什么的。你啊！不许走啊！不赔钱哪儿都别想走。别拽我呀！你先赔钱。怎么回事啊？进来。别以为有人来了我就怕了啊！你该赔还得赔。赔！哎呀！以后啊，有事不能冲动。虽然这件事是对方错在先，但是公共场所使用暴力是不对的。知道了，谢谢警察叔叔。上来。啊？背你。啊？啊什么？你脑袋也摔坏了？我说上来，我背你，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可是。哟，怎么了？快点行不行？大晚上在派出所蹲着好看呢。那个，网络预售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些电商平台的配合，发行部已经去弄了。嗯。还有独家赠品，你觉得送什么好？签名会不会不太吸引人啊？你说谁不吸引人？或者转发抽奖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有没有什么私人物品？私人用品。我编辑的向上狗头啊。周川老师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啊？也没见你在遛二狗啊。恰好路过，我去便利店，这不很正常？啊，咱俩要不打掉？初里，别忘记明天下午跟我去印厂跟色。那我上午不去编辑部了，周川老师让我和他商量一下独家赠品。哎，起来，把膝盖消了毒再睡，不然伤口感染的。再不起来，我直接脱你裤子了。
哎呀，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又会写文章，就可以趁我睡觉的时候胡作非为，我还不报警。我只是想让你起来，然后把裤子脱了。你说什么？膝盖要消毒。你在外面大街上滚了一圈，就准备这么睡了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在这我怎么脱啊？你赶快下去，你出去我就脱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就是把我骗走，然后继续睡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没有，你先下去，我马上就脱，好吧？那我一会儿过来检查。听你这个口吻，真的像是老师要来检查学生作业。快走吧。喂，兄弟，你怎么突然跟我称兄道弟的？有点不太习惯啊。怎么了？我感觉我的青春期到了。什么情况？突然意识到人类区分性别有着深刻的生理意义，男人和女人。不是，没太听懂。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你下去上个药，然后就可以回来接着睡了。啊，明天你不用去了，我给你请假了。你下午直接去印刷厂跟色就行了。你干嘛要替我安排工作啊？会飞的象说的。你还偷看我手机？你自己设置的消息弹出显示，我想看不到都难吧？既然看到了，就给你请个假，怎么啦？语气学的还挺像。我就没猜错，你平时啊就在跟你同事说我的坏话。周川老师今天又脱稿了呀，他以为他自己谁啊？宇宙的中心吗？后面的半句可是你自己加的。哎呦！哎，你的脚。别跳了，楼梯都快塌了，不知道自己有多重啊？那真的是谢谢你这么辛苦把我给背回来。知道就好。上来吧。送佛送到西，我背你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哎呦！啊！轻点，轻点。通宵还不是要为了我卖35万？哎，你要是卖不到的话，你背着我在小区里走一圈赔罪。不要。呵护他。你绣花呢？这样清理伤口得清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来吧。你会处理伤口？我上过急救课啊。你真的不要把它扒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脏东西吗？这万一愈合了，长在肉里怎么办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哦。八宝粥。怎么这么咸呢？周川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没给你做早餐。对了，你把这家的外卖电话给我，我要投诉他们。食物也是有尊严的，八宝粥只能是甜的，这都咸的没法入口了。我做的。你做的？其实加点热水也就不会这么咸了。那你就多喝点。
桂圆八宝粥益气补血，最适合现在累得像狗一样的你。这粥是你特意为我做的吗？是啊，我怕你万一累出个3长2短来，谁替我卖35板呢？我就知道。喂，于主编。真的吗？我现在就跟他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的书下个礼拜就要预售，到时候我会在官博上多多艾特你，你一定要多转发哦，转发的越多越好。这个粥我就先不喝了，我先去加印厂了啊。真的是太闲了。哎，我给你叫了辆车，在门口，我报销。拜拜。初里，你脚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就是摔了一跤。摔了一跤，这么高兴啊？有吗？有啊，你不信拿镜子照一照，你看你小脸红扑扑的，主要还老笑。哎呀，我不是高兴嘛。好了好了，快进去吧。你慢点。都是我做的书吗？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我在脑子里幻想了多少回，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。啊，做的真好！处理，这些都是色差严重报废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第一次见，有点小激动嘛。哦，对了，刚刚那个是海德堡4号吗？听说要400万一台。400万。初里，你在跟谁？你什么时候跟周川老师说这么多话了？你不是讨厌他吗？是啊，我是很讨厌他。我看你这也不是讨厌，相聊甚欢。哎呀，我讨厌的呢是现实生活中的他，但是身为作家的他，我还是很欣赏他。这种没有色彩上的偏差，这个还有这几个小地方颜色注意一下就行。其他没什么了。哎，对了，官博上读者对预售的反应怎么样？我看看啊，顺便看看读者们喜欢什么样的独家赠品。喂，老苗。处理啊，梁主任让你马上回来一趟，啊，快点的。梁主任，怎么了？那处理啊，你早上是不是发了条微博，你说要去印厂跟色，你还问读者想拿什么东西做漯河神书的礼物，你还很亲热的手动喊话周传老师，有没有？这不是工作需要吗？而且我也没有很亲热呀。亲热不亲热，你说了不算，你去看看那微博上的评论去。姐现在对外直接说，你在工作当中不让画师跟作者直接沟通，狐假虎威的打压画师，还借着展示工作进度之余，有意无意的炫耀你跟作者的亲密关系，把作者当做你的私有物。简娘娘影响周川老师的工作，不让他骚扰周川老师，这是我工作的职责。至于其他那些，完全都是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。哦，无中生有啊？嗯，无中生有啊？这只不过是周川老师偶尔突然间的良心发现，请我出去放松一下。你
们这个是放松啊，还是放纵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不能出事儿，明白吗？那你看，周川、姜雨成，都是这长得还算容貌姣好的男作者吧？很多女读者，她们是不理智的，不跟你讲道理的，他们会把自己当成是作者的妈妈呀，老婆或者姨妈，对吧？你要跟作者走得太近，你就是他们的假想敌。二位领导放心，我跟这2位老师的关系完全是比 A4 纸还要白。是，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关键是那一帮读者，他们相不相信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叫你来，给你打个预防针。网上不管说什么，你呀，不许回嘴。谁呀？哎，你刚才后半句说什么来着？你帮我看眼销量。谁呀？这么不是时候。完了，怎么了？江雨晨。你怎么不？你躲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有你自己房间，你躲回你自己房间去。把门关好了啊！听见任何动静都别出来。能有什么动静？难不成你要和姜老师杀人放火，还是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你到底还躲不躲了？不对呀，我有什么好躲的？我可是你的编辑，来这里看看你的新书预售，顺便应对一些突发状况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穿成这样在我家陪我等预售，你不然直接告诉江雨晨，我跟你已经结婚了，还育有1儿1女1狗。周川，哎，周川，现在不叫我老师了，一口一个周川，别以为给我大卖了本书，我就可以这么嚣张。你刚才真的没听见我说了什么吗？周川，拖鞋呢？第三层，我的在第1层，千万别被他发现了。OK。江雨晨，你翻我们家鞋柜干嘛？痛苦，拖鞋，痛苦，好痛苦。那。周川，你家卫生间没有厕纸了。喂，你用手。我。太响了，你后半句说的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话。预售怎么样了5万多了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你做的很不错。那天在电影院说的话，看来不是磨磨嘴皮子而已啊。真的没什么跟我说的。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再跟你说。这次是我太心急了。你这么说我更好奇了。哎呀，再见。还好没被他发现这些。